我走过很多黑暗，我很想去帮助那些还在黑暗里面的，好想告诉他们是有机会的。我的朋友有一次问我，如果换成是我，管他去死哦。I was very shocked。我是 Talia， 我是 Young's Traditional Teochew Gui 的co-founder。我有一个姐姐，然后有一个弟弟，我就是 middle child 啦，所以就我的 middle child syndrome 应该是 quite bad 啦。从小就很想爸爸的关注啦，很想妈妈多爱一点啦。也许太过分的要求他们的关注吧。从小就爸爸也不太疼啦。妈妈就比较疼弟弟，爸爸就比较疼姐姐，所以就觉得好像是多余的。我大他2岁，虽然只是2岁，但是我们很少在家里很少说话。大亮以前小的时候在家是一个很静的孩子，他很少说话，所以我们2个也没有说真正的坐下来讲心事啊。只是等到中学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开始叛逆了。在学校每次都被罚，被老师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没有什么自信，一直给人家瞧不起，所以更加的叛逆。觉得我很坏吗？那我就坏给你看吧。我妈妈也应该是很厌倦了吧，因为都一直要见家长。我姐姐跟弟弟不会哦，就是我一个，然后她也渐渐的也不去了。那对我来说更是一个打击，觉得好吧，你都不管了，就这样吧。成长中的敏仪试图在其他方面获得关注，抒发情绪，找到缺失的安全感。14岁的时候就开始experiment with liquor， 就喝啤酒，喝 hard liquor， 就 experimented with cigarettes， 抽烟。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夜店了，15岁、19岁，我的朋友带我去的是高级的夜店。那些人真的不同，不是我年纪的，都比我大，都是 professionals。那时候年轻嘛，然后就有很多男性的关注，突然间觉得哇，有这种 attention 很好，我就一直在这样沉迷，就每天晚上就只是会去夜店玩，喝酒啦，学会抽烟，然后学会滥用药物了。那时候因为很渴望有自己的家庭，很渴望有那种自己想象的爱情，我很早就结婚了。我22岁我就结婚了，可是很不幸的2年后我们就离婚了。我还是继续的在夜店，就有很多男朋友，然后就男朋友养了，就是很没有目标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工作。我就从新加坡就在夜店玩得很闷，就到香港啦、广州啦、深圳，就这样一直在玩。当我28岁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些生意。
男朋友呢就给了我一笔钱，我就开了2间的服装店。从那时候开始，做了4年，所幸的有我的姐姐帮我看顾我的生意。有一个时期，他就开始没有来店，连他每天晚上来店关店了，他就跑出去玩。只是做了几年后，我怀孕，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生了，可能没有时间帮他。他也要看他的孩子，所以也不放心说生意去给别人看。我就有这个想法 ，I thought it was the brightest idea at that time。就说，哎，要不然就开 KTV 咯，反正我这样能喝，又可以玩啊，又可以做生意，就好了，就去开。所以我32岁吧，那年就开了 KTV pub。哇，那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敏仪酒吧的合伙人之一，后来成为了她的第2任丈夫。经营酒吧的时候，敏仪喝酒还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做了大概2年了，我就很累了。一个晚上我 minimum 就是2支hard liquor，然后再加上那些滥用药物，我就在家里，我知道我在家里，可是好像 life was just going out of me, draining away。我觉得我已经是没力 ，it was an overdose。服食过量的药物导致敏仪在鬼门关绕了一回。真的是一个 miracle。我后来第2天的时候，很软弱 ，very weak，but 没事，我就是慢慢的好起来。清醒过后，就慢慢的对这个夜生活很厌倦，我不想这样过了。幸运逃过一劫的敏仪有了重新开始的想法，她和丈夫也开始渐行渐远。随着丈夫的出轨，敏仪也下定决心和他离婚，结束了第2段婚姻，独自踏上了新的旅程。离开这个夜生活，去学美容，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时候已经35岁了，学美容，我这么大年纪了，谁要请我？很幸运的，一家美容院聘请了敏仪，她边学美容边工作。学成之后，敏仪加入了一间专门帮助年轻女子走出迷途的社会企业。我很想帮助我这样的一个青少年走过来，不想他们走这样的一个路，就很想说去教他们怎么样有更多机会啦。那我就去那边当了美容教师。过了几年，我的老板不要再继续了，我就 take over， 我就创办了自己的一个美容社会企业学校。我是 Kara 我是那个Yuan's Traditional Teochew Gui 的 co-founder。我是在查利亚开的酒吧里面认识他的。我之前从事饮食业。那时候离婚了，没有房子住，然后 Kara 就收留我，然后就一住他家就住了15年，就好像没有离开这样。第一间美容的学院我就有参与了，所以我的帮助是行政然后那时也是要搞那个网站，这些都是我帮忙咯。敏仪接手美容社会企业学校后，女性中途之家转略点也邀请她成为一份子。在2014年的时候，我是转略点的 board member。2019年的时候 ，I was promoted to executive director。了解到他们的问题，那我本身以前也是有滥用药物啦，也是看到
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一条路，所以也很想帮他们走出黑暗。As a executive director， 他们出狱的时候，我会做 exit interview。这群年长的女士，她们有 something very common， 我就会问一句话：怎么样？有什么打算？她们就我真惊。很多时候都是这句话，我就觉得你惊什么 ？Then 她就会来因为我来 Halfway House 必定说我还有 case worker 帮我，好像解决什么 financial issues 这些都有人在帮。现在我是回去自己的家里了。There are many unsettled issues before their incarceration， 所以回去要面对，要 pick up all these unsolved issues， 他们很烦，很怕。为了能更直接地接触与帮助这些年长的女士，敏仪在1年后卸下了执行董事的职位，和佩华再次投入了下一个社会企业的创办。他一向来都很支持我的每一个梦想，每一个 project mission， 他都很支持。看到从一个整天 party 啦，整天就是我还没有目标梦想，到他走出黑暗这一段路真的不容易。然后他自己本身要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人，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 purposeful，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为了创办下一个社会企业，经过一番构思后，敏仪萌起邀请佩华母亲的念头，希望她能教导有不幸过去的年长女性学习制作潮州果。从小妈妈就一直都有做柜做果。然后就到了朋友就讲，很好吃，就在 Facebook 上卖，就真的有顾客在 online 这样订，就从那里开始，然后慢慢才去到2019，是有易安公司来要求我们教课，那时候教课就很多人其实都很有兴趣。教第一课的时候，我看到很好的成绩，我也对我们的产品，就是他们的果很有信心。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I think we found a product that can make money to support this social enterprise。那他也说，好吧。敏仪确定了社会企业的方向后，下一步就是要说服佩华的母亲。妈妈一向来都要传承潮州文化说同时又可以帮助到别人，何乐而不为啦？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起创办了这个企业。有点像我很 support 材料，我妈也很 support 我，她就觉得很有意义她又可以分享到她潮州文化，又可以帮助到人家有一个手艺可以去做生意，这样子谋生这样子。敏仪要设立的社会企业项目尘埃落定后，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接踵而来。就是资金方面一向来都是很大的困难所以一开始我们是用了自己的积蓄我们就查良用了自己的积蓄，本来他想买第一间 BTO他就放弃了那笔钱来开我们这个企业，然后我也出了一半的钱这样子。可是当然COVID 来的。不是时候也是时候对，怎么讲呢？因为就很多那个 grants 政府就真的给了很多津贴，真的很帮助到也有很多朋友支持我们的 mission 来帮助我们。My name is Caleb Yong. I got to know them only during COVID when I have to deliver. And I noticed that they actually employed some of the ex-drug overcomers. So then I took an interest. I saw that there is really a good purpose and a really good cause, and it resonated with me. I happen to have a little sum of spare cash, so basically I said, okay, why don't I give you a bridging loan? So they get started. 有了资金，也找到了店面，大家开始投入社会企业的经营。塔利亚他是在 Turning Point 做过工嘛，然后看到我。叫我来教课，给他们出来的有一份工可以做。
我就跟他讲，你要心理准备啊，你要走下去的路才长，因为你要起早摸黑，你要很多因素。我跟他讲，你要想清楚。然后他们要了，我说你们要我就支持你啦，我就是在背后这样弄，支持你咯。店里接收了2名中途之家的成员到店里工作，学习做潮州果。I'm Aziza. I'm 56 years old, under recovery and under program. I've been F&B, I've been cleaner service, I've been a lot of service.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learned how to do Chinese kuih. My bosses and Talia, Kara and Chef Mom been guiding me from the first stage how to do kuih, and I am confident in it. 我叫双弟啦，我今年61岁。一开始我是在咖啡行啦，最后介绍我来这里帮他们做工哦。店里也聘请了一位有前科的年长员工，专门泡咖啡。我叫阿奔，是咖啡托所。我咱快速白粉的吼，有时这白粉一条路真歹行的，有时啊有起有落，有时我咱甲咱拄着朋友啊，甲是甲咱讲，会去烧着哈。会跋倒的啦，所以咱逐摆跋倒吼，是在大家卡啦，人本是无帮杀我啦，本是help我啦，甲咱讲互我这机会啦。这边从我们厨房可以直接上去我们的safe house 啦。在我经验里面，他们出狱了还不是很稳定，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不只是给他们工作，同时 get ready to reintegrate back into society。这个10多个小时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跟他们做recovery process。所以好像他们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我们可以 on the spot 来开解他们。我们申请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楼上有得住的。就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很开心，就2个 plan 一起实行嘛。我住在这边，第一是方便啦，下去就可以做工了。第二是，其实大家他们要叫我住这边比较方便，比较不会去接触我们这种的人比较好啦。他们也看得到我，也可以照顾到我啦。将2楼改建成员工宿舍后，敏仪和佩华也一起搬进来住了。Next step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业主 ，business owner。当你有了这个手艺，对不对？我们看你适合了，当然那个人品、那个性格也要耐得住啦。因为做生意，你毕竟要亲力亲为。I learning a lot. So maybe future after maybe we go to the new places and learning more new, something new, and maybe who knows can open new Teochew Malay kuih. 敏仪和佩华想要协助员工们成为业主的心愿也即将达成，他们已经物色到适合的地点，目前正在筹备中。所以我们很开心达到第一步就是为我们的这2个beneficiary 开了第1间摊位。我的愿望是要做厨师，现在总算我拿到了这个厨师，我很开心。这边的老板也是对我很好，也是在这里我学很多东西哦。虽然社会企业目前发展得相当顺利，但敏仪仍然抱有许多怀疑。我的朋友他们有一次问我这个 question， 如果换成是我，管他去死咯。I was very shocked， 因为他们是我的好朋友嘛。我说怎么会这样？让我发觉到 maybe 这个社会有很多人会这样看我们这群人，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到，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条黑暗的路，因为他们看他们就是失败的，
他们就一直进去监狱这么多次了，还是不会改，你何必去帮他们？连我自己家人，我的很小的子女，他就刚刚那天就问我 ，Why do you care about them so much？ 让我真的觉得，他们我更加需要去帮他们。起早摸黑，勤奋工作，只为助人，全情投入后，身心却疲惫不堪。每天都想放弃，因为实在太辛苦了。为什么会想放弃？是因为很累啦，就是physically 但是劳力方面真的是蛮累的。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改变，虽然10个只有1个成功，也是成功啊。如果没有人去帮他，就没有人帮他了啊。所以这个意义很重大啦。可是坦白讲是累啦，因为我们是拿一生去跟他们一起走这条路。我一生人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可是我一生人也没有这么快乐、幸福过。